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屬馬人警惕，12月這3天千萬別出遠門，小心禍從天降。屬馬的朋友在12月裡有3天，你最好別逞強，別遠行，別做大範圍移動。12月5日、12月17日、12月29日，這3天對屬馬人來說，氣場紊亂，衝克加重，容易出現計劃突變、意外插曲、破財傷身的小意外。只要穩住不動，少折騰，少遠行，就能把很多本可以發生的麻煩直接避開。接下來，我從五行、運勢、命理的角度，把為什麼是這3天可能發生什麼，以及你該如何化解、如何避開，全部講清楚，通俗直白，盡量讓你一看就懂，一聽就能用。屬馬為午，五行屬火，火的特點是行動力強，衝勁足，說走就走，但同時也有一個致命點，就是容易衝動，容易高估自己，容易忽略細節。而12月這個月份本身就處在陰陽轉換、舊年收尾、新年醞釀的特殊階段，地氣不穩，磁場複雜，很多人都會覺得情緒容易煩躁，瑣事不斷，心不踏實。對屬馬人來說，這個月一旦再遇到與自己五行相衝、相刑、相害的日子，就很容易把小問題放大成大問題。說人話就是這3天，你就像開車開進了一段誤區，本身沒什麼大事，但一旦你非要加速、強行遠行、臨時改變計劃，風險就會比平常翻好幾倍。先說12月5日，這一天從地支關係上看，對屬馬人屬於一種暗衝和氣場不穩的狀態。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計劃往往會被打亂，你也許提前安排好一個行程，時間點、路線都很清晰，可偏偏臨出發前狀況頻出，比如臨時加班，對方改時間，高速堵車，車輛出問題，甚至是自己這邊忘帶證件，手機沒電，行李出問題。很多屬馬的人在這一天容易出現不服輸的心態，覺得越攔着自己越要走，結果就會把原本可以避免的小意外硬生生撞上。這一天最忌諱的就是臨時起意說走就走，尤其是夜間出行、山路出行、陌生路線出行，風險會比平時高出很多。如果你實在避不開5號的出行，那一定要記住3點：提前至少30分鐘出門，路線多準備一條備用方案，車速比平時慢 20%， 並且讓家人或朋友隨時知道你在哪。這不是迷信，是給自己爭取安全冗餘空間。第二個需要高度警惕的日子是12月17日，這一天對屬馬人來說屬於相害日，外界看起來沒什麼大變化，但隱藏的麻煩特別多，而且很多都跟人有關，比如容易遇到態度強勢的人、辦事拖拉的人、規則不清晰的平台或單位、訂好的酒店突然說沒有房了，出票突然有額外費用，路線臨時封閉，遇到糾紛、口角甚至衝突。這一天出遠門，很容易因為一個小矛盾，把整趟行程心情全部毀掉，甚至影響後續幾天。更要注意的是，屬馬人在17號這天，情緒特別容易上火，一句不順耳的話就能讓你當場炸毛。可偏偏這一天最忌情緒化，一旦爭執升級，很可能惹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這一天最好的狀態是什麼？就是少接觸複雜人群，少處理複雜關係，少跨區域奔波，
如果必須出行，也一定要牢記忍字當頭，能讓一步就讓一步，把精力用在目的地，而不是浪費在路上的口舌之爭。再來說第3天，也是最需要注意的一天，12月29日。這一日可以說是給年末補上一擊，氣場混雜，收尾未清，就是容易翻出來，心事又難開展，是一個典型的不穩定日子。很多屬馬的人在這一天會莫名感到疲憊、心煩、思路混亂，注意力難以集中，最容易出低級錯誤，比如忘記重要文件、走錯路線、漏接電話、錯過重要信息，甚至是因為發呆而差點出事故。這一天一旦出遠門，風險不在於外界，而在於你自己，容易心不在焉，而心不在焉正是出意外的最大根源。所以29號這天，強烈建議你把安排改為收尾日和休整日，不出遠門，不談合作，不簽協議，不做重大決定，在家裡或熟悉安全的環境中整理事情，休息身體，反而有利於後面運勢回穩。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問，那我真的很忙，真的避不開怎麼辦？那就記住這幾條簡單實用的化解方式，不迷信但非常有用。第一，穿着上盡量選擇偏土色、米色、卡其色，少穿大紅大紫，因為火太旺反而容易燒自己，土可以泄火，穩氣場。第二，隨身帶一個圓形的金屬物，比如硬幣、鑰匙扣、小金屬牌，放在口袋或包裡，有穩定磁场，提醒自己冷靜的作用。第三，出門前3分鐘深呼吸，心中默念穩、慢、清醒，目的是給自己建立一個減速開關。屬馬人最大的問題不是能力不夠，而是太快，而在這幾天，慢一點就是保命和轉運的關鍵。第四，盡量避免一個人遠行，能結伴就結伴，能白天走就不走夜路，能走大路就不走小道，這是物理層面的安全規則，不玄卻非常有效。你要明白，命理不是用來嚇你的，它是用來提醒你規避風險，順勢而為的。當你知道哪幾天要收斂，要謹慎，要放慢腳步，其實你就已經在避劫。而很多人之所以覺得自己倒霉，就是在該停下的时候沒停下來，在該低調的時候偏要折騰。屬馬的人本來就是有後勁、有福氣的命格，不怕慢，就怕硬闖。12月這3天，你只要記住不遠行、不冒險、不衝動，後面的日子自然會越走越順。很多好機會會在你穩住之後慢慢接近你。穩住這3天，剩下的時間就是你的順風期。你不是被限制，你是在為好運讓路。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